嗨，大家好。炎热的天气下啊，村民们就有些不大讲究了。刚刚看见一位大哥赤着脖就走到了村里的路上，确实不大雅观啊。但是呢，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一种场景。推车上了一个大坡啊，现在呢就来到了19大街。现在啊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从身边哗哗过去的都是电动车。但是呢，刚才看到好像姐弟俩模样的孩子啊，各骑着一台自行车，还硬是从那个挺陡的一个坡上啊，努力的骑上去。比这些孩子啊，我们的体力啊，确实自叹不如了。转眼呢，就来到了祈福英语实验学校的门前这条学院路上啊。感觉最近也做了一些道路的优化吧，像现在我骑行的这条人行道上啊，这些地砖呢都已经重新铺设过。趁着这个暑假呢，学校啊肯定又是需要修修补补，重新装点一番。来到了祈福英语实验学校的门口啊，突然就想起啊，以前时常在放学的时候呢，会到学校的门前来接孩子放学。那个时候呢，孩子啊还小，虽然说呢自己回家也认得路，有时候呢他们也跟其他的小朋友啊结伴回家。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家长呢其实都有太多的对孩子的爱护，所以即便呢明明知道他们自己是可以回家的路呢并不长，但还是会情不自禁的经常到校门口来等他们放学。说到接孩子放学呢，正好今天啊，我太太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好像名字就叫《乾隆皇帝》吧。刚刚走过学校的校门口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啊。在电视剧中看到一位扮演和珅的演员，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啊。总觉得呢这个人非常的面熟。刚刚我在经过祈福英语学校门前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起来，那位扮演和珅的演员啊，原来就是住在祈福新村同一个屋村的一位邻居啊。而且呢，当年啊还经常跟他并排站着，在那边呢等待小孩放学从校门走出来。可能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演员啊，整个形象气质呢跟常人有所不同，所以呢，当时啊在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这个群里啊，我说的这个不是微信群啊，只是说大家当时都在接送家长呢，一来二去就混得比较熟，就形成了一个家长群啊。经常呢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啊，没事就会交流几句。就听说呢，他就是一位演员，住在祈福新村里面呢已经好久了。也许呢，他作为一个演员啊，比较低调啊，不愿意张扬，所以呢，导致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周围的家长们啊攀谈过。只是呢，他脸上那份淡淡的微笑啊，一直呢给大家留下很好的一份印象啊。
天气啊越来越热啊，广州呢也迎来了连续接近40度，可能有几天呢还会超过40度这样的一个炎热高温的天气啊，所以呢出来骑行呢已经变成了一种负担。所以呢，尽可能的减少出来骑行，起码呢也要避开中午和下午高温的这么一个时段。今天呢，其实吃了早餐以后啊，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呢，9点多钟啊，33度左右啊，这样的气温呢，还是可以出来试着骑行一下。骑着骑着呢，就骑到了祈福新村的小区大门之外啊。骑在缤纷汇的2期啊，感觉这边的进度啊还是有点慢啊，依然还是在做一些后期的装修或者调整。只有个别的店家啊，像一些电信的这些企业呢，已经开始在装修店铺了。我呢就随意的出来走一走，趁着现在太阳光还没有那么猛烈啊。走着走着呢，就来到了大会所，现在呢成了祈福集团的展销厅啊。但是这边呢有一块宣传牌啊，吸引着我。祈福集团汉墨异彩庆回归书画展，好像是到这个7月31号啊就结束了。我看看能不能进到里面去啊，参观一下。因为祈福新村藏龙卧虎啊，这边很多文艺人才。
西兰呢已经来到了大会所，我就把这个车折叠起来，看看这边的一个书画展啊。趁着它还没有收档，我就把车放在这边吧。祈福呢，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书画展啊，借着各种的庆祝活动，实际上呢，也是给在祈福生活的很多的艺术家或者是文艺爱好者呢，有展示他们才华的机会，同时呢，也是让村民们一睹这些艺术作品的这样一个良机啊。所以呢，其实经常呢，我也会来参观这样的书画展。这里有一位姓杨的，应该是一位书法家，仿的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李白的《客中行》这么一个条幅还是有一些宋徽宗瘦金体的神韵爱好书法的人呢都知道，瘦金体呢是宋徽宗他的独创与他的画作一样，具有登峰造极的艺术的高度，而且呢很难临摹。这边这个花好月圆，中国画的技法，但是色彩斑斓的这种风格像是一个水彩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虽然我不懂评论画法技法的高低，但是呢看的也是能够明白就是表达对一种美好生活的抒发。看来学瘦金体的还不止一位我在这边又看到另外一位姓赵的书法爱好者在画上题写的瘦金体学世上英才，干天下大事一个10岁的姓钟的小孩书写的书法虽然说速写的顺序弄反了，学世上英才应该放在前面才会有干天下大事，但是这个字体呢，倒是看得出来还是有一些气度有不错的格局，孺子可教像这一幅瘦金体，襟怀可纳沧海月，志趣能容楚江秋是一位14岁的刘恒小朋友书写的难能可贵一个是学习这样的一个字体很不容易，同时呢，从这个书写的诗句当中隐约可见的是一位少年的一种对将来的期许展示着他高远的志向。在这个前厅呢，已经转了一遍看了一看两侧的书法和画作。从这边呢，还有第二部分这一幅岭南佳果应该是出自一个专业的画家之手了。
无论是书画还是画作，具有相当的一个水平啊。看得出来，祈福确实人才济济啊。好。好，现在呢，我已经从祈福的大会所参观了书画展出来。从刚刚看到的这些书画书法的作品呢，有一些感触啊。作为一个大型的屋村，一个新型的居住小区，虽然大部分人呢关注的肯定是衣食住行、油盐酱醋茶这些生活方面的事情啊，很多人呢在这个屋村里面生活，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屋村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商住合一采购生活用品非常方便的这么一个地方。除了这些商业的设施之外呢，还有诸如像祈福的众多的学校、附属的3甲的医院以及门诊部等等教育医疗方面的一些保障。但其实呢，除了这些以外肯定还有很多文化的因素而这些文化氛围不仅需要住在村里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艺术爱好者，他们用作品来衬托，而更多的呢，应该是住在这个屋村里面的大多数的村民，他们的内心有这种文化上的需求，也有这种鉴赏文艺的能力，并且呢，喜欢这个屋村里头散发的文化的气息还有呢，就是这个屋村的管理当局，他们呢，在这些文化设施的建设和这些文艺活动的主办，还有更多的是平时通过各种途径推送的富有文艺色彩的很多的信息你比方说前几天祈福管理中心发在朋友圈中的关于征集祈福晚霞的照片和短视频，并且呢统一的通过公众号分享给全体的村民，类似这样的活动时不时呢引起村民呢对于村内的这些文艺色彩的事物的兴趣，使得其中的一部分村民呢会踊跃的参加，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和自己所见所闻的生活的美好片段，从而呢带动更多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文艺活动当中来，使得这个屋村呢
更有文艺的气息和新鲜感。我现在呢在祈福湖边沿湖骑行，完全的像一个大公园的景色，所以这边呢无疑也成为祈福新村最文艺的区块。村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寄情于山水，舒心于园林，可以让思绪呢得到放松，心灵呢得到平和。说到文艺呢，其实这就是最大的文艺的作用啊。祈福新村呢，也在努力建设成一个文艺的社区啊，让大家呢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前一阵子呢，也是在网上偶然看到当年跟谭咏麟等四大天王同一时期的一位香港的歌手，早早呢激流勇退，据说呢一直生活在广州，就是生活在祈福新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曾经坦言，祈福新村呢，第一足够大，有足够的空间；第二呢，环境足够好，有很多的村内的公园，有完善的教育和医疗的体系。现在呢，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而更难能可贵的呢，是祈福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建设，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在这边安心居住、自然安详的一种氛围。这些呢，不仅是那些小区的设施，更多呢有赖于形成的一种多元的文化，人和人之间呢逐渐形成的一种相互包容、互相尊重、和谐的生活的场景。虽然这个祈福新村内呢人口众多，各种类型的房屋价值相差很大，相信呢住在这边的也是由各种群体的人士的组合。虽然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能目标各不相同，但是大家呢却实实在在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在同一个屋村，根据自己的能力呢力所能及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同时呢，也因为这个社区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设施、优美的环境，使得大家呢都可以在这边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呢过好自己的日子。而恰恰是这个屋村的宽广的空间，提供着很多的场所，也可以让这边的居民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总能找到和三五知己相处的环境。而正是因为种种的与众不同，才形成了这个屋村宽松的居住的氛围。尤其呢，让那些本身就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或者是艺术爱好者们，有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也能在屋村里面，当然还有更宽阔的社会的场景当中呢，去发现生活的美，提炼出生活中的艺术，同时呢，分享给更多的村民，
用他们的作品，用他们透过作品散发出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那种理念和情愫，来影响和感染更多的村民，使得这个屋村呢渐渐形成一种大家都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这样的一种愿景。我想呢，每一个屋村，每一个自己居住的环境，其实都有美好的人和事物呢，值得赞赏和分享。美呢，就是靠自己在日常当中发现、感知生活的美好，使人变得善良，而善良的心态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因果关系啊。好了，今天呢，因为天气太过炎热啊，我就提早了一阵出门，在早上相对还气温比较低的这个时段呢，一边骑行呢，一边也跟大家随意的聊聊，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居住的环境，欣赏在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发生的任何带有美感的事物。心情呢就会愉悦，并且呢把这份快乐啊传递给同样居住在这个屋村里面的其他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有艺术才能和其他能力的这些人士呢，当仁不让的通过他们创作的这些文艺作品，还有其他的事物呢，更多的跟村里的朋友们分享。我作为一个孤独的骑行者啊，同样也抱有这样的一种心愿，也就是呢，让自己的骑行从一个个人的身体锻炼变成一种小小的分享，让我在骑行过程当中看到的风景、受到的感悟，自然而然的呢说出来。虽然呢都是一些粗浅的认知，相信呢分享也是一种美德。就像那些在会所展示他们作品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那样，把自认为美好的东西呢拿出来和别人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屋村里面，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份自然和快乐，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呢，我就以祝大家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么一个祝愿，来结束今天的骑行。我们改日再会，再见，拜拜。